灰尘，灰尘太多了以后，影响投影机的亮度，也影响它的清晰度。
现在修一台这个美的的电磁炉，这个电磁炉的问题是间歇加热，就是加热的时候断一下停一下。我们开机看一下。加热一下停一下，然后我们拆开检查一下。像这个电磁炉一般都是间歇加热的情况下，一般都是出现在同步电路或者是滤波电路。我们拆开这个主板，然后看到这儿有一个可调电阻。像大部分这个电磁炉出现这个故障，只要是有这个可调电阻的电磁炉，一般都是这个有问题。我们先测一下这个可调电阻。这个可调电阻是501，这是500欧的。现在这个电阻变成11K 了，11.74K， 这个明显阻值过大。我们把这个拆下来换一个。换好以后，我们再通电试一下。开机。现在好了，现在没有出现断续加热的状态。谢谢大家观看，欢迎评论加关注，再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修一台冰箱，这个冰箱是不制冷了，然后压缩机可以正常运行。我感觉这个是没有氟了。我们先把这个毛细管给它剪开，看一下里面还有没有氟。一点氟都没有了。这个应该是内漏了，然后从外观也看不到哪儿有漏氟的痕迹。我们先把这个低压管拆开，然后装个压力表，试下压力。这个低压管这儿焊了一个压力表，然后我们开始用那个压缩机给它打真空试压，然后通上电。压力我们打到1.5就可以了。现在1.0。好，1.5就行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关上阀门。然后这个冰箱一直在响，这是内漏了。这个冰箱低压漏了。然后这个冰箱它放了好几年了，他说放了大概有3、4年了。然后我们把这个高压管再拆开，再量一下高压。它因为放时间长了，我们看看它高压有没有漏的地方。这个高压管上这个压力表接好以后，我们开始打压测试。这也是打到1.5就行了。哇塞，这个压力落的也太快了吧！这个高压也漏了。这台荣升冰箱质量也太差了。
这次是真的中奖了，高低压全都漏了，然后给客户商量一下，看看客户还修不修。好了，这次视频先录到这儿了，谢谢大家观看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修一台这个智能水壶，这是通上电以后开机没有反应，然后我们拆开检查一下。现在后壳已经打开了，打开以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主板这个地方啊，这是进水了，进水腐蚀的太严重了，这是。然后这些件应该都烧坏了，这是4个蒸馏二极管。你说就这个情况还能不能修好啊？修好的几率应该不会太大。我们先用酒精把这一块先清理干净，然后再检查一下，看看能不能修复好。我们先用95%的酒精把这儿都刷一下。这个主板清理干净以后，我们量一下，看都有什么元件坏了。先量一下这个保险，看有没有烧断。这个保险不坏。然后我们再量一下这个4个整流二极管，这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然后看一下中间2个，也没有问题。这4个蒸馏二极管是好的，然后再看一下这2个，这也不坏，这也是好的。然后这些贴片电阻看着也没什么问题。然后量一下这个，简单的量一下这个电源芯片。这个芯片没有短路，应该不会坏。然后我们发现这个贴片电阻这边连接这个铜皮烧断了，它是给这个芯片下面连接的。我们先把这个芯片取下来看一下。把这个芯片拆下来以后，我们发现这个贴片电阻和这个芯片一角连接的地方这儿烧断了。我们现在把这个芯片再装回去，然后从这个一角引条线引到这个贴片电阻这儿。这个芯片焊好了，现在，然后这边连一条线。现在我们先通电看一下，看看有没有电输出了。然后我们通上电再试一下。好，现在已经有电了，看一下机。好，现在开始往里面注水。好了，这台小茶炉已经修好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欢迎评论加关注，再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王。现在店里边送来一台跑步机，客户说是不能用了，我们看一下，看看是什么问题。这个插上电源以后，这个指示灯亮。然后这个跑步机是不开机，点一下这个试一下，不开机，开机没有反应。上面的控制板没有电，没有电应该下面有块主板，可能是没有电嘛。我们先把这个下面拆了，把主板拿出来。这个主板在这个壳里面，把这个壳打开。这个跑步机的主板已经拆下来了，这是电源板。然后我们先量一下这个保险，看有没有坏。这个保险已经烧断了。然后我们再量一下这个整流桥，看有没有坏。
这个整流钳也不坏。然后我们再量一下这边这个4个二极管，看有没有问题。这4个二极管也没有坏。现在我们只量出了这个保险烧坏了，然后这个整流钳和这边的4个二极管都没有坏。我们就先换个保险，然后试一下。好的，这个保险已经换好了。这个我换的是陶瓷保险，这个质量更好。然后我们通上电源，好，这个灯泡也没有亮，这个主板就证明没有短路的地方。然后我们量一下这个输出，看看有没有负电。现在可以，现在是5.28伏。这个电源板修好了，我们装到机器上看一下，通上电试一下。行，现在这个已经有电了。现在我们开下机，好嘞，现在已经转了，调一下速度。好，现在挺好。好了，这个跑步机现在修好了，谢谢大家观看。你知道吗？在遥控器上面粘上一个烟盒，它居然这么好用。不管是家里的空调遥控器，还是电视的遥控器，用了时间长了以后啊，就会出现某个按键不能使用了，是吧？我们来看，这个按键就没有任何反应。你看，其他的按键都是没问题的。像这种按键坏的，我们其实啊，给它粘上一个烟盒，就可以快速的修好它。修好以后啊，和新遥控器它的效果都是一样的，非常的灵敏，轻轻一点它就会挂用。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方法。把这个遥控器我们给它先拆开。像这种遥控器一般后边都是没有螺丝的，像这种没有螺丝的，我们直接找个东西啊，把它撬开就可以了。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。我们看，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遥控器是音量加键，我们呢主要就是给这个音量加键给它处理一下。你看每个键上面都有这样的小黑点，小黑点它是起到一个导通的作用。如果它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不导通了，那么我们就用这个烟盒给它处理就行了。处理的时候呢，我们把烟盒给它拆开，需要里边的这个锡箔纸这个东西它是可以有个导通的功能，用它修复遥控器非常的实用啊。用不了这么多，我们啊用个剪刀给它先剪下来一片，剪下来个小圆片，我们看就剪下来一丁点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找到不能使用的这个按键，找到它之后，然后啊在上面我们给它抹点胶水，或者是用点双面胶都可以啊，涂上去一点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烟盒纸给它粘上，粘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，这个烟盒纸黄色的这面朝上，白色的这面让它朝下，因为黄色这面它是可以导通的，白色那面不能导通。我们看这样给它粘好了以后，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遥控器给它安装起来了。安装好以后，我们来测试一下，其实是非常好用的这个方法。好，就这样扣上去以后，我们把电池再装上，来看一下这个加键到底有没有修复好。我们看一下效果，你看轻轻的一点就管用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灵敏？和新遥控器效果都是一样的。所以说呢，我们把烟盒纸给它粘到遥控器上，这个功能非常的好用，把它分享给你，感谢大家观看。电线插头被这个木头压住了，而且呢这木头下边的缝隙也比较小，木头还不能动，那么怎么把这个线给它抽出来呢？很多人会想到直接把这条线给它拉出来，是吧？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，但是呢，假如这个线非常长，或者是这个线这头是个死的，那么怎么把它抽出来呢？给大家分享方法啊。其实呢，我们可以
把这个线我们来看，给它先拉松了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线反方向逆时针就这样转一圈，接下来把它塞过来，我们看塞过来以后，然后把这个插头从这边我们给它穿过来，我们看这样穿过来后，然后我们来拉，你看这样一转线就可以出来了，是不是非常神奇，是吧？其实这个方法非常简单，给大家再来演示一下，并不是变魔术啊。大家如果遇到这个情况，可以来测试一下。就这样，我们首先把这个线给它拉松，拉松了一点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线啊，我们看这样给它反方向，反方向折半圈，然后从这个下边我们给它抽过来，抽到这儿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插头从这个里边穿过来，就这样，你看，仔细看，穿过来后这样一拉，你看就可以出来了，是不是非常的好用，是吧？这个方法大家以后遇到的这种情况可以测试一下，非常的奇妙，非常的神奇。好了，视频感谢大家观看。朋友们大家好，前两天就是修的这个荣升的冰箱嘛，不是，这台冰箱检查出来是内高低压都漏了这个，然后给客户沟通，客户说就没有维修的价值了，他说晚一会儿找个收废品的过来把这个冰箱拉走当废品卖了。然后看到这个了吧，我已经把这个打开了，开背了，看一下这个管，这个管都是铁管，现在这边都锈成这个样子了，锈的以后都锈透了，佛都跑没了，挺严重的锈的。稍等一下，我们就把这个压力表拆了，然后把这个壳给它扣上。等会儿收废品来了以后，让它拉走，让它卖废品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大家观看。手机充电线坏了以后不要扔，我们用剪刀把它剪开以后这样用，它还有3个特殊的功能，每一个呢都非常的好用。你如果把它扔掉的话就太可惜了，我们就从这个充电小头这边给它剪掉，剪掉之后呢，它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来看，剪完后，然后呢拨出线头，这个里边是有4条线，我们把其他的2条线给它剪掉，不要，只留下黑色和红色这2条线就行了。然后呢给它拨出线头，拨好线头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第一个功能。首先呢，我们把它插到手机的充电头上面，然后我们再插到插排上面。它的第一个功能呢，就是你看家里的 LED 灯很容易坏，是吧？当它坏了以后呢，我们用它就可以快速的检测是哪个灯珠坏掉了，包括这种灯还有这样的灯都可以来检测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检测的时候呢，我们把这2条线分别给它接在灯珠的2侧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你看这样接上去，这个灯珠就亮了，亮呢就说明这个灯珠它就是个好的。这个方法呢比万表还要好用，万表呢有很多人都不会使用，是吧？你看这样检测灯珠非常的快。如果检测的时候这样不亮，颠倒一下这2条线，如果还不亮，就说明这个灯珠坏了。这个灯珠坏了以后呢，我们把这个灯珠给它抠下来，然后呢直接你来看，直接把它俩焊在一起就可以修好这个灯，这是它的第一个妙用。然后呢它还有第2个妙用，就更加实用了。我们来看，假如就这个灯如果报废了，没有办法修了怎么办呢？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上面这个灯珠用剪刀剪下来一个小灯珠，然后呢把它接在这个 USB 插头上面。接好了以后，我们来看一个非常亮的小夜灯就制作好了，1年也用不了2度电，非常的省电。这是它的第2个妙用。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它的第3个妙用，其实用处也是比较多的。我们来看，我们找一个报废的充电宝啦，或者是手机充电头啦，包括一些电视盒子啦，只要是上面有这种 USB 这个插头的就行这种接口的就行。我们拆下来一个这样的 USB 接口，然后呢拆来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上面这2条线我们给它接上，把这条红色的线接在这个 U 口的最左侧这个角上面。你看一共4个是吧？接在最左侧这边，我们给它拧上。如果有电烙铁的，用电烙铁焊上效果会更好。把这红色的线接到最左侧，然后把黑色的这条线接在最右侧，
然后呢给它缠上胶带。接下来我们把这头给它插在手机的充电器上面，我们来看一下它能做什么。接下来我们把这头再插一个手机的充电线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平时用的手机充电线都是1米长的，是吧？我们再加上这一节下来呢，就变成2米长了。这样呢以后就不需要再去买加长手机充电线了，是不是非常的好用，是吧？